假期跟朋友打了一场球，发现自己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少年了。不到2个小时，脸色苍白，口唇青紫。朋友担心我会猝死，赶紧扶我下场休息。看着他们还能尽情挥洒汗水，自己心有余而干着急。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龄大了，又不锻炼，身体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但事实上，他们也是油腻大叔，也不锻炼。唯一的区别是，他们不会像我一样，每天把屁股按在办公椅上超过8个小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每天久坐8小时，身体会发生哪些可怕的变化。看完之后，你一定会觉得没事真得走2步。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久坐1小时的危害约等于抽2根烟，减寿22分钟。这么算的话，我都怀疑自己时日不多了。毕竟从上学那会儿在教室里背奇变偶不变，到工作后在办公室加班到12点，屁股哪天不是跟椅子粘在一起？我猜你会想，既然这样，躺着会不会好一点？很遗憾，这里说的久坐并不仅仅是指坐着，像葛优躺，或者说任何小于基础代谢率 1.5 倍的低耗能行为，都可以被称为久坐。另外，不要以为时间不超过8小时就不算久。事实上，根据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指南中的说法，超过90分钟就已经是久坐了，也就是一个电影2把游戏的时间。想不到我们早已沉浸在久坐中却浑然不知，更想不到这些看似舒服的姿势竟然在慢慢伤害我们的身体。咱们从上到下先说大脑。虽说久坐不动的人一般都从事脑力工作，但讽刺的是，久坐会影响大脑的工作效率，让它变得迟钝。一项研究发现，久坐2小时，流向大脑的血液明显减少。起身休息8分钟，这期间血流量有所上升，但再回到办公桌时，血流量又开始下降。大家都知道，血液中含有大脑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的氧气和营养，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变缓，就像一辆车，排量越小，跑得越慢。大脑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，你就会觉得反应迟钝了，注意力不集中了，情绪和精神都会受到影响。如果每30分钟站起来走2步，血流水平会有所增加，所以上班时多站起来走走，接杯水或者去个厕所。即便老板说你摸鱼，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他，这样是为了提高效率。久坐对大脑的影响还不止这些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找了一群不同年龄的人，咨询他们过去1周坐着和活动的时间，然后对每个人进行脑部磁共振扫描。结果发现，久坐时间的长短可以预测大脑内层颞叶的变薄程度。内层颞叶跟长期记忆的编码有关。简单的说就是，久坐不动会让你的记忆力变差。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的，他们还发现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，即便久坐之后进行一定强度的体育锻炼，也没办法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害。短期的记忆力下降，咱们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如果把时间拉长，你就会发现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隐患——阿尔兹海默症。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发现，久坐的确是增加阿尔兹海默症患病率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说完大脑，咱们再来看看心脏还好不好。一项研究显示，久坐会让你心大。等等，这里可不是说看得开放得下，而是心真的变大变重了。在对530位青少年每天久坐和运动的时间研究后发现，久坐会导致心脏更肥厚，而且这跟他们的胖瘦没有关系。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心脏是泵血的动力装置，变大变重无疑是增加了它的负担。小马拉大车，它肯定更费劲，对吧？事实上，在成年人中，心脏质量每增加5克每平方米，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7%到20%。而且跟久坐对记忆力的损害一样，心脏的损害同样难以弥补。南卡罗来纳大学对比了2类人的心脏，一类人每周久坐超过23个小时，另外一类人每周不超过11个小时。谁的心脏更好不必赘述，关键他们还发现，那些久坐的人并不懒，他们有去健身房的习惯，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完全弥补身体的损伤。所以想要办健身卡的小伙伴可以把钱省下来了。咱们接着说，心脏的邻居肺也没好到哪去。工作时最常见的坐姿就是后背弯曲，肩膀下垂，这种含胸驼背的姿势会压缩胸腔的体积，呼吸的时候肺没有足够的空间吸张，进入肺部的氧气量也就受到限制。怪不得我有时候坐一会儿就会不自觉地直起身子，长舒一口气，原来是在缓解胸闷气短的症状。当然，这种姿势的最大受害者还不是肺，而是脊椎。人的脊椎由26块骨头组成，可以说每一块都是为了方便活动而设计的，而我们却每天拱身于电脑桌前。你肯定想不到，一个人坐着的时候，腰椎受力比站着还要高50%。如果坐姿不良，腰椎受力甚至比站立时高100%。弓背的姿势导致脊椎受力不均，韧带和关节过度劳累，进而造成软骨磨损并拉伤。时间一长，久坐的人别的地方突不突出不知道，
但腰椎间盘这块很可能比较突出。伤害完上半身，下半身他也没放过。大家发现没？有些时候坐久了我们会感觉腿麻了，这是因为我们的骨骼周围是由肌肉、神经、动脉、静脉组成的软组织层。坐的时候，它们之间难免会有挤压，脆弱的组织首当其冲。在挤压程度最高的区域，神经、动脉和静脉可能会被阻塞，导致肢体麻木。另外，血液循环不畅，腿脚部位也可能因为缺血而出现肿胀。更可怕的是，血液还可能会沉积为血栓，堵塞血管。形成了栓，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，因为它自带移动属性，一旦脱落后，会随着血液在身体内打游击，到了关键部位，比如大脑、心脏。我打字的手已经瑟瑟发抖了。血栓猝死率极高，而且一旦发病，生命将以秒为单位计算。久坐除了让你身体有恙，还会影响你那完美的形象。上班族中有个词很流行，过劳肥。按理说工作压力这么大，从早忙到晚，周末还加班，不应该4人独憔悴吗？怎么身体还翻倍了？《寻找健康》一书中解释了这个现象。长时间久坐会改变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身体里的脂肪酶可以帮助分解脂肪，但当你坐着的时候，身体不产生脂肪酶，脂肪也就变成了肥肉，或者堆积在动脉中造成堵塞。这还没完，人在坐下时，臀部肌肉一直处于放松状态，时间久了臀肌难以复原，即便站起来或者运动也还是保持放松状态，这叫做臀肌失忆症。结果就是原本饱满的它变得扁平松弛。除此之外，站立或者移动时，腹部肌肉会拉伸使你向上，但当你窝在椅子里时，它也蜷缩在一起。慢慢的，你会收获一个自带游泳圈，像果冻一样的 Q 弹肚腩。再加上长期盯着电脑，头会不自觉地向前伸，美丽的天鹅颈也会变成乌龟颈，甚至出现颈后大包。伸长的脖子，弓形的后背，前倾的肚腩，整个身材就是个倒 S。那样的话，即便你帅过阿祖也无济于事了。说完了对身体的伤害，我们再来聊聊久坐对心理的影响。当然，身体和身材都变差了，我们就已经不开心了。不过这里所说的影响更直接也更严重。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发表过一篇文章，通过研究和问卷调查，显示久坐及活动行为跟青少年抑郁症的相关性。研究人员收集了4257名青少年的相关数据，他们分别在12、14和16岁时，在至少3天内佩戴10个小时的加速度计来跟踪日常活动。这个加速度计我们可以理解为高级版的运动手环，能详细记录他们的活动情况。同时，研究者采用调查问卷形式判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。数据显示，12到16岁期间，这些青少年的整体活动量下降，而久坐时间从原来的7小时10分钟增加到8小时43分钟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在12、14、16岁这3个阶段，如果每天多坐1个小时，到了18岁，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分别增加 11.1%、8%和 10.5%。反过来，如果这期间每天增加1个小时的轻度体育活动，抑郁症发病概率会降低 9.6%、7.8% 和 11.1%。美国伦敦大学一项新研究也发现，与整体健康水平较高的人相比，有氧运动少、肌肉质量水平最低的人，患抑郁症的几率高 98%， 患焦虑症的几率高 60%。 还是那句话，虽然看到概率，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一波，但如果幸运之神跑偏的话，那就是100%的灾难了。久坐对身体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，它几乎是从头到脚每个部位都不放过。数据显示，每天久坐超过8个小时，全因死亡风险将提高 81%。 久坐和缺乏运动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 8.8%， 已经成为人类生活方式中4大致死因素之一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也很简单，那就是没事走2步。每坐1个小时，站起来活动5分钟，就能有效加速血液循环，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。这里我还根据美国心脏协会官方建议总结了一些小技巧，每天久坐的上班族可以参考一下。1. 定30到60分钟的闹钟，时间一到就走2步。2. 利用午餐和休息时间散散步。3. 跟同事交流就不要打字了，直接走过去更高效也更健康。4. 多喝水，这样才能多去接水，多去厕所。5. 站着开会，如果其他同事不介意的话。6. 通勤就坐地铁或者公交车吧，站着挤挤也能活动一下。如果实在太忙，这些简单的活动都做不到，那至少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，颈部直立平视电脑屏幕，腰贴椅背，身体坐直，双腿自然下垂，让大腿和臀部均摊压力。你可以在办公桌前贴一个便签，这样一看就能提醒自己。人体有超过360个关节和大约700块骨骼肌，可以说是天生的运动型生物。
我们的祖先在能够直立行走后，每天步行12公里，平均消耗3000大卡，而数百万年后的现代人，就因为生活方式的转变，不得不把自己捆绑在椅子上、沙发上、床上。但久坐就像吸烟，不存在哪一个是你生病，而是一点点积累，慢慢损伤你的身体。所以现在长按点赞之后关掉视频，站起来走2步吧。